有一个英国女生叫 Amy， 她肚子一直不舒服，去找医生。医生说好，你排队吧。她等了多长时间？2年。2年之后还没有轮到她，她受不了了，买了一张飞机票，飞到了北京。来了之后的第1天就看到了医生，而第2天就做完了检查。13天以后，病看完了，也有了结果。一共花了多少钱？2800块人民币。他把这件事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评论区一下就炸了，很多人留言，大家都在讨论，说这不可能吧？有人说我也要去，还有人说我下周就订机票。但中国人看到这个视频，反应完全不一样。中国人在想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看病不就是这样吗？但那些专门坐着飞机来中国看病的外国人可不是这么想的。10倍差价刷屏，外国人来华就医火了。Amy 的视频发出来没多久，在网上到处都是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也开始转发。这就是标题里说的刷屏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，中国和英国差了将近10倍。这个数字传开以后，别的外国人也开始晒自己的账单。一个美国的博主说，他在美国做核磁共振，是一种全身的检查，要1800美元。来中国做70美元。还有一个南非的博主做了一个手术，在美国报价3万美元，在上海做，他花了多少？3万多人民币。这件事就这样火了，也就是标题里说的外国人来华就医。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差这么多？其实答案不复杂。中国的医疗价格是国家规定的，不是医院自己决定。每一项收费都有标准，医院不可以随便的改。原因很简单，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。所以你在中国医院看到的价格不是打折，也不是优惠，就是正常价格。但外国人不知道这件事。很多其他国家看病的费用可能非常的高，尤其是做一些检查，而且很多的时候需要自己付钱。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个账单的时候，不是不高兴，而是在怀疑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有没有别的费用？结果没有，这就是价格。看完病拿药走人。这种感觉对中国人来说太普通了，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，像是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快说一件事，如果你想用真实中文阅读，我帮你准备了一篇免费文章，我会用语音陪你读，链接就在下面，点一下就可以开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从拔牙到手术，外国人打飞的
来中国看病，会挤占医疗资源吗？光是这个标题，很多中国人看了就会问：真的吗？专门飞来看病，值得吗？打飞的就是坐飞机来，打的也是打车。那打飞的就像是打车一样，说走就走，坐飞机来了。但这件事真的在发生。来中国看病的外国人做的不只是大手术，看牙、体检、看眼睛，什么都有。有人从美国飞来，有人从非洲飞来，有人把旅游和看病放在一起，看完病顺便去玩，或者玩完顺便把病看了。还记得前面说的那个南非博主吗？他做了一个手术，在美国要3万美元，在上海做3万多人民币，差了将近6倍，加上机票和酒店，也不会超过美国的费用。但标题里还有一个问题，会不会挤占资源？就是说，外国人多了，那中国人还看得上病吗？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关心的事情。现在来说，这个问题还不大，因为有一些医院会有专门给外国人看病的地方，和普通的中国人是分开的。但这个担心本身说明了一件事，其实中国的医院也很忙，中国人自己有时候也觉得看病不容易，外国人专门飞来，对他们来说是省钱，但对中国人来说是每天都在经历的普通生活。中国旅游3件套在外网杀疯了。杀疯了就是很火的意思，火到大家都在说这件事。那这个3件套是什么？3件套就是3样东西放在一起，像一个套餐。这里说的不是故宫长城火锅，而是牙科、眼科和中医理疗，就是针灸、按摩这些。外国人来中国旅游，顺便把牙洗了，顺便配一副新的眼镜，然后再去试一下针灸。这件事在外网传开以后，很多人都觉得很有意思。去中国旅游还能这样玩？其实背后原因很简单，在很多的国家，看牙配眼镜不在医疗的保险里面，要自己付钱，而且往往价格也不便宜。来中国旅游本来就会买飞机票，顺路把这些事情都做了，比在自己国家做要便宜很多。但中国人看到这个反应不太一样，针灸在外国人眼里是新的体验，而在中国人眼里就是普通的治疗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而洗牙配眼镜也只是周末出门办的小事，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。同一件事，
对外国人来说是旅游打卡，而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周末出门办个事。这件事还在继续，来中国看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中国人也重新看自己习惯了的东西。原来我们每天做的事，在别人眼里是一个惊喜。那你呢？如果你以后来中国，这些事情你现在知道了，你想不想试一试？洗牙、配眼镜还是针灸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的中文，下面有免费的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加入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见，拜。